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今天谢谢你。哪里话，大家开心啊！那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再吃一顿好？啊，下次有机会了啊。感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小心注意安全啊。拜谢。拜。经理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哪里？我开车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坐公车回家就可以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不然这样，我陪你去等公车好不好？啊？没有啊，我想说，刚吃饱，走走路嘛。好啊。娃娃，今天这么早啊？来吃早餐吧。今天有客户要来，我要提早去公司准备。早餐我去公司附近吃好了，不然会来不及。哦，路上小心哦。好，拜。娃娃呢？去上班了？是啊，刚出门，说是有重要的客户要来。娃娃对这份工作好像蛮有责任感的，最近也没有听他对工作有什么抱怨。是啊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也比较少出去玩了，他在工作跟生活上都比以前稳定了。不过，我看他跟 David 越来越少联络了，不知道感情会不会有问题。哎呀，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吧。娃娃还年轻，年轻人的感情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吧。若何，何经理找你。你怎么啦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我刚刚被骂了一顿，他还要我重写这份企划案。我跟你讲，何经理他才刚到任，盯得很紧，他说不定会找你麻烦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请进。经理，你找我吗？坐，请坐。你写的企划案我看过了，写得不错，很有自己的想法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谢谢经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工作能力强，英文又流利，连客户都在我面前称赞你。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
想请你吃顿饭，顺便讨论下个企划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我承认，讨论企划案只是一个借口。我观察过你，你是个干脆爽快的人，我们的个性很相似，未来我们在公司应该可以成为好战友。当然，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。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？好。临时要开会啊？哦，没关系啊，娃娃刚下班，我叫他开车载我去好了。好，那我先准备出门哦，再见。娃娃，啊？你要出门啊？哦，我跟朋友约好要吃饭。那你可不可以先载妈妈去中和？妈妈晚上要去那边的学校演讲近思语教学。本来是爸爸要载我去，可是爸爸临时要开会。可是我快来不及了，你自己坐计程车去好不好？你是要跟谁出去？你们去哪里呀？几点回来呢？我不过就跟朋友吃个饭，你不要这么紧迫盯人嘛。我先走了哦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要早点回来哦。来 ，Cheers。经理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叫我河滨就好。河滨，你朋友开的餐厅布置还蛮典雅的，而且这里气氛不错哎。要请美女出来吃饭，餐厅当然要挑够水准的啊。蛮好吃的。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，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怕无聊，所以不喜欢待在家里。这一点倒是跟我蛮像的。平常工作忙碌，遇到休假的时候，当然要好好玩，完全的放松自己，就像充电一样。我这个人也是啊，每次压力大的时候，就觉得要玩得更开心。像之前我刚进公司，就觉得压力很大，所以一下班就觉得要跟同事去吃饭、唱歌，好好发泄一下。没想到我们公司给员工这么大压力。你平常一定常跟你男朋友抱怨公司太严苛，还是没有男朋友？我当然有男朋友啊，可是他在香港，很忙，所以我们不常碰面，最近也没有什么联络。我有时候都在想，不知道我们这样还算不算是男女朋友？我知道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可以看夜景，吃完饭以后带你去吧。男朋友不在身边，有我这个好朋友啊，以后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啊。好漂亮的夜景哦！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哎。有时候我会来这边静一静，算是我的秘密基地吧。像这样往山下看，平常烦心的事就抛开啦，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。无拘无束。我以前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时候，虽然常跟朋友出去玩，可是还是会觉得很寂寞。现在我回到了台湾，这里的环境让我觉得很熟悉，又有安全感。可是我爸妈每天还是一直东管西管，
让我觉得很想要赶快离开家。你的照亮。你不看到现在已经几点了？出去吃顿饭搞到那么晚，实在是太不像话。你先坐下来吧，你这样走来走去的，我也很紧张哎。你们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外面玩到3更半夜才回来，我们哪里睡得着啊？你爸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外面的治安很不好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在外面，我们会担心你的安全。我已经跟你们说过，我是和朋友出去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那你应该告诉我们你跟谁出去，去了哪里，还有什么时候要回来啊？拜托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管这么多啊？难道你们要我锁在家里，不准我出去吗？我们不是反对你出去，也没有要干预你的生活，只是晚了你没回家，我们就是会担心嘛。不然你下次出去的时候，记得告诉我们跟谁出去了，这样我们知道有人照顾你，就比较不担心了。你这样说来说去还是干预嘛？我跟犯人有什么差别啊？从小到大，我做什么事情你们都觉得是错的，永远就只会担心我。那我干脆搬出去住算了，让你们眼不见为净。娃娃。凯琳，佑和，你要回家了？对啊，上车啊，我载你。是不想回家，不然我载你去淡水走一走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反正我不想那么快回去。好，那上车吧。这么晚了，你先去睡吧，我来等就好。不回来吃饭也不打个电话，到现在还不回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怎么还看得下书啊？以前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一定比我还生气。怎么现在那么冷静啊？我不是不生气。你应该了解我们女儿的个性，我们越生气啊，她越唱反调。最近我已经很尽量在跟她沟通了，其实我也觉得有点灰心，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好啦，你先去睡吧，我来等就好，不然等一下她回来你就要发脾气了。快去啊！喂，Gloria 不在哎 ，David 啊，他跟同事出去了，我不知道他没有打给你，可能他最近比较忙，我会再请他回电话给你。好。
谢谢你送我回来。若可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来接送你上下班好吗？干嘛这样？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，每天赶公车啦。若可。如果你的男朋友不懂得照顾你，让我呵护你吧。回来啦！你今天去哪里了？又忘了打电话回来哦。David 刚刚有打电话来，他说你很久没有给他电话了。最近我常看到一个男生接送你，你晚上都是跟他出去吗？他只是我的同事。可是你不是跟 David 在交往？我已经受够这种远距离的恋爱了。自从回台湾以后，我就感受不到 David 对我的关心。这个同事他对我很好，或许我将来会跟他交往吧。那 David 怎么办呢？我会再找机会跟他说清楚的。那你有机会就安排同事跟我们见个面，好让我们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对他好奇，我就约你们碰个面，免得你以后啰嗦。你自己时间地点决定好再跟我说。我累了，先上去睡觉。爸，我去上班了。早。奇怪，今天怎么有个男的来接我？应该是他同事吧。昨天晚上娃娃有跟我说，有个男同事在追他。我想可能就是他。看来娃娃跟 David 的感情真的有问题了。是吗？娃娃年纪还小，我担心他不会处理感情问题。不过娃娃跟 David 分开也好，毕竟远距离的感情本来就比较不容易有结果。等很久吗？还好还好。爸妈，我帮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何冰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。来，里面请吧。谢谢。哎，伯父伯母，请用啊。
何冰啊，谢谢你在公司这么照顾我们家娃娃。伯父，您客气了。若何工作能力强，在公事上他帮了我很多。不过，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偏袒若何。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公私分明，所以在公事上若何出了错，我一样会对他很严厉。这点还请伯父伯母多见谅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做是对的。对，何冰，请问你府上哪里呀？哦，我是新加坡人，高中毕业以后来台湾念书，大学毕业到现在就一直留在台湾工作。这里算是我第2个家吧。所以你的家人都还在新加坡？我父亲在新加坡一家大企业上班，原本他希望我回新加坡工作，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靠自己白手起家，所以就婉拒我父亲的好意。最近我父亲出差会来台湾参加一些活动，有机会再介绍给伯父伯母认识。顾着聊天，菜都凉了，伯父伯母请用，请用。你觉得何冰这个人怎么样？一顿饭下来，我觉得他这个人谈吐还不错，家庭背景呢很单纯又有教养，只不过他的长相有点普通。怎么能用长相来评断一个人的好坏呢？就算外表不出色，也不代表他不是一个好对象啊。哎呀，我不是批评的意思啊，我只是就事论事嘛。那你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稳重，会照顾人的样子，感觉得出来他对娃娃很体贴。这点啊，我的想法跟你一样，就让他们慢慢交往，我们也可以趁机了解何冰这个人啊。反正他们也认识不久，我们就再观察看看咯。冯老师，李冠伟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老师，你这一班是要去广职博爱院？我想先报名呢。好啊，本来老师想明天上英文课的时候再跟同学宣布。既然你这么有心，那麻烦你先帮老师统计有几位同学想去，明天再把名单交给我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多找一位同学来。谢谢。好啦，去啦，不然你礼拜天要干嘛？读书啊，不然嘞？哦，你不想用功点啊？我保证，你跟我去之后，自己就想去了啊。那么地方真的很不错哦，好不好？去啦！吕冠伟，你要找同学去什么地方？是不是要去什么不良场所？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想找他跟我去广职博爱院。广职博爱院。所以你以为吕冠伟要带同学去撞球场或是电动玩具店之类的地方啦？是啊，我本来要训他一顿的，结果变得我自己好糗哦。我看他这么兴奋的要找同学一起去，他平常时候那么调皮，我怎么知道你假日的时候都有带我的学生去关怀老人？哦，这些活动我都有事先告知学生，在不影响功课的状况下，让他们自由参加，没有强制性的。而且他们在做服务的时候，我也都会特别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，请你放心。有你在，我是一定放心的啦。只是我不懂的是，他们去广慈博爱院都做什么关怀老人啊？有兴趣的话，这礼拜你一起来就知道啦。可是这几年啊，你一直都是我的会员，功德款也很按时缴交，
可见你一定很有心，要多做善事。既然现在有机会让你身体力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再说，你不是说吕冠伟平常都很调皮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牺牲假日的时间去关怀老人吗？身为他的导师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原因吧？你说的我都懂，但是我假日都安排好要补习了，我总不能对不起那些缴钱来补习的学生跟家长吧？月考才刚结束，现在进度没那么赶嘛，你就放学生1个礼拜的假，再找机会帮他们补课就好啦。伯母，坐，来，先喝杯茶。若何啊，应该还在楼上准备，你等一下啊。哦，没关系，谢伯母。哦，我的一点小心意要送给伯父和伯母。你太客气了，以后人来就好，不必破费。只是小东西，伯母平常上课嗓子用得凶，我请朋友从香港带来枇杷膏，这是100年老店祖传的纯中药秘方，对嗓子很好。哦，还有，我听若何说，伯父平常有在打高尔夫球，我跟若何挑了一套球衣要送给伯父，大小跟款式都是若何挑的，我想伯父应该会喜欢。难得你这么有心，何必？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是开心就好，不过若何的年纪还小。而且我们也只有她一个女儿，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的对待她。伯母，我知道若何是你们的掌上明珠，但是我跟若何一直很谈得来，我也一直用很认真的态度来看待这段感情，绝对不是时下年轻人所谈的速食爱情。请伯母相信我，会好好珍惜若何，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让若何快乐。伯母，如果太晚回来，我会请若何打电话跟您报平安，请您放心。不用吧，我妈知道我跟你在一起，干嘛要打电话？父母总是会担心儿女在外的安全，我也经常打电话回新加坡给我爸妈。虽然没有什么急事，但是闲话家常，让他们知道我在台湾的生活，他们总是比较放心的。是啊，何冰啊，真的是说中妈妈心里话了。以前我关心你是担心你的安全，并不是要干预你的生活啊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晚回家会记得打电话跟你说一声的。伯母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都还是老样子啦。这些阿公阿嬷平常都很少有人来探视他们，所以我们每次来，他们都很开心。对，方老师，那待会我要做什么？哦，你就想你回阿嬷家会做什么就好啦。走，我们再往前跟他们打声招呼。来，
师姐，拢互伊安尼麻烦，真歹势啦。阿姨，你免遮尔客气啦。哇，搁爱多谢你，互我有这个机会替你服务啊。每次你若安尼甲我亲切的，我精神就真好起来。那安尼哦，以后我有闲就定定来，互恁大家哦精神拢足好诶。安尼歹势呢？会啦。来帮忙。谢谢。哎，你今天第一次来，一切都还好吧？刚才在那边打扫环境，流了一身汗，就还蛮舒服的。我们平常在学校上课啊，都缺乏运动。今天看起来，虽然说是我们在服务这些老人家，其实啊，是他们给我们机会劳动筋骨，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呢。美伦，你前几年把补习班收起来，说要做慈济，做的就是这些事情。师父要做的事情啊有很多哦，我们也只能跟着尽量做。像是今天的关怀长者，或者是做环保啊，还有募款赈灾等等的目标啊，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。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社会上的弱势团体。可是我不懂哎，像这些事情轮得到我们做老师的来做吗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像这样的事是不是应该让一些政府团体啊，或是一些社福机构，他们来做，是不是会更专业，做得更好，是吗？能够付出就是福啊，多一个人付出呢，就多一份力量。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这个是政府或是社福机构该做的事，那容易养成自扫门前雪的心态。人跟人之间啊，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啊。哪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希望别人对我们伸出援手。能付出就先付出，做好事哪有嫌多的道理？是啊。谢谢。今天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那么开心？今天啊，我带江淑胜老师去广慈博爱院关怀老人。活动一结束，他就跟我说，以后啊，只要是慈济的活动，他都很愿意帮忙。我真的很开心哎，因为之前我一直找他，他都没有意愿，没想到今天第一次参加，他就被感动了。那是因为你一直不断的鼓励江老师啊。以后啊有这种活动，你就多找他去嘛。对了，娃娃刚刚打电话回来，说他要跟河滨去找朋友，会晚一点回来，要我们不要等他。娃娃最近很难得，晚回家都会打电话告知。是啊，我觉得啊，娃娃认识河滨之后，懂事很多哎。我们讲了一堆啊，比不上河滨讲的一句话。娃娃最近常跟河滨在一起，河滨又常常来我们家，两个人还没有结婚，就来往那么密切，会不会被别人说闲话？经过这几次的互动相处下来，你应该也觉得河滨是一个不错的人吧？我觉得河滨不错啊，怎么了？我是想，如果你怕别人说闲话，那我们要不要先让娃娃跟河滨订婚啊？订婚？喝个茶吧。谢谢。娃娃跟河滨交往才没多久，这么快就让他们订婚好吗？一开始我也只是欣赏他一个人留在台湾创业打拼的勇气，可是后来我看到娃娃跟他在一起之后的改变。以前我们要娃娃晚归打通电话，他总是做不到。
现在何冰说的话，他愿意听，也愿意做，我觉得很欣慰，也很感慨。老实说，这几年接娃娃投给我的变化球，我真的觉得累了。从他英国回来到现在，我一直试着想去了解他，可是或许我不是那个能改变娃娃的人。如果何冰能照顾娃娃，能让娃娃快乐，早一点让他们定下来，我也早一点可以放下对娃娃的责任。我这么说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很不负责任？你为了娃娃承担了那么多，我哪还有资格怪你啊？以前我常年都在部队，把孩子的问题通通都丢给你来处理。你为了娃娃所做的付出跟改变，我也都看在眼里。虽然说娃娃现在这个年纪结婚，确实有点太早。不过我一想到，如果何冰真的能够给娃娃幸福的话，那我们也就只好祝福他们。我知道，我想说，我爱你，没有关系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我知道，我想说，我爱你，真的爱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和娃娃之间的对立和冲突，曾经让他伤痕累累，也曾让我心力交瘁。回想娃娃一路上的成长，我知道我包容他太少，责怪他太多，对他只有要求，却很少给他拥抱。现在他即将另组家庭，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，除了给予他无限的祝福，我更希望他往后过得更自在、更快乐。阿母，你今日过来，奈无先打电话？你穿旗袍啊？是啊，今日透早，师傅来分会开始啊。我就知影哦，你穿这旗袍安尼足庄严、足大方的，我替你真欢喜。我真正对师傅足感恩的，伊一路予我足侪智慧。每一遍我穿这领旗袍的时阵，我都会提醒我家己的责任搁较重啊。我一定要替师傅做搁较侪代志。当然咯，你一定要替师傅加分担一寡责任嘛。阿母，咱入来才搁讲啊。来。阿母，来啉茶啦。结婚几啊个月啊，有定转来厝行行的无？有啦，因阿某有闲咱会转来看阮嘛。娃娃嫁了袂歹吼，安尼你就放心啊啦。娃娃的翁婿安尼事业真有成就，生活也较稳定啦。是啊，我上安慰是我甲娃娃的感情愈来愈好安尼。嘛可能是因为无住做伙，摩擦较少的关系啦。自细汉你就足优秀的啦。你生娃娃了后你就往你的标准你要求，安尼娃娃压力较大啦。自从你入去资济了后我看你安尼变甲足柔软的，
娃娃吼有感受到你的改变啊。你爱帮师傅吼，多去较济人，爱甲拍拼，唔通闹开哦。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公司最近事情很忙。那赶快来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哎，你可以回去借一下钱啊。公司最近需要200万预付货款，我为了成立分公司，手边已经没有现金了。你先回去跟爸妈周转一下吧。公司最近到底怎么啦？为什么我最近常常要帮你跑3点半，现在又要跟我爸妈借钱？你不要担心，只是一时周转而已。你不愿意啊？我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不想要他们担心。结婚之前，他们已经借了一笔钱让你开公司，帮你创业，我不想再跟他们开口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一个人来台湾工作，我的亲戚朋友都在新加坡。除了跟你商量，我也不知道还能向谁开口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再找时间去问问看我妈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么拼事业也是为了你。先吃饭吧。吃过了，累了，先去洗澡。金丝鱼已经好了啊，谢谢你。多少钱啊？不用，以前都是你出，现在换我出。这段时间啊，多亏有你处处帮我，替我分担了很多事哎。我才要谢谢你，让我有付出的机会。我觉得你这阵子很不一样哎，人呐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难怪师父会说。感恩他人就是美化自己。美人，我真的很感恩你哎，这阵子我获得好多。看你这么认真的走在慈济这条路上，比起你来，我做的真的太少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最近啊，就是因为有你的帮忙，我才能做更多的事情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不够，像我最近就一直在犹豫，要不要继续体罚学生这一件事。当初你说不打学生就不打，不管班级成绩滑落或是家长抗议的压力，你都依然坚持。美伦，你是怎么做得到的？老实说，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，我也挣扎了很久。要不是听到师父说啊，天底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；天底下也没有问题学生，只有学生问题。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打的确可以教出会念书的学生，可是这些学生是为了自己而念书，还是为了怕被打而念书？我们做老师的，不是应该要教学生自动自发念书的吗？我觉得我
我真应该检讨一下，要不要继续体罚学生。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云是褪色的烟火，雨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云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